各位，星球铁道周年庆活动新建旅行可以测试与历代领航员的相似程度，不知道各位和哪一位领航员是一类人呢？欢迎打在弹幕上分享一下。各位好，我是星魂。这次活动给出了9位星穹列车历代的领航员，但这估计并不是全部领航员，只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角色，也算是补上了星穹列车的一些过往与历史。在这里大概给这9位领航员排个序，方便我们了解星穹列车与寰宇的历史进展。首先声明，内容都只是推测，可能有错误或者疏忽，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交流讨论。感谢米游社 Simon 老师提供的领航员图片合集，以及天空岛的愚者和爱丁塔老师的文案支持与分析。在聊领航员们之前，我们需要大概了解几个星穹提到的大事件顺序：大开拓时期，第一次繁荣；寰宇蝗灾，第一次反有机战争；血井之际，第二次繁荣；阿基维利陨落，万界之癌，星河危机。我们就是通过这些大事件的时间顺序来反推9位领航员的顺序。首先便是银海先驱，被称为航标的三千，他活跃在大开拓时代尚未到来的时期，推测为990个琥珀纪之前。那时的星穹列车甚至是一整个车队，难怪银河中会有传言称星穹列车不止一辆。但可惜我们似乎再也见不到多辆列车一同驰骋的景象了，而他是全部列车领航员的领航员，带领列车驶入了诸多前人从未去过的世界。他曾带领列车前往不存在于银河界域的弗里领地上见天，甚至在此地见到了神秘星神的出现。这和寰宇蝗灾中提到弗里诞生自坍塌星神吞噬无数世界之后残留的回响之中，时间上有些冲突，但可能寰宇蝗灾提到的只是传说，或者是虚构史学家编撰的。我们暂且以这份领航员档案为准。在航标的带领下，星穹列车践行了开拓之路，基本贯通了整个银河，开辟了航道，连接了诸多星系，最终为银河带来了第一次繁荣。这份繁荣属于全体无名客，而航标也在一次次开拓的冒险中，身体机械彻底损坏无法更换，才带着对大开拓时代的希望卸任了领航员。第二位领航员可能是长夜星人三眼卡皮巴巴。这位领航员并非人类，而是啮齿目水豚科的高智力生物，或许和帕姆的关系会很好吧。他活跃于虫巢末期，依靠精准的预测能力成为列车领航员，能够凭借过人的感官规避虫巢的迫近。此时正是后援队改组，正式成为星际和平公司的时代，时间为770多个琥珀纪之前。他平常都是在列车驾驶室独自忙碌，很少与搭车客见面，因为在联觉信标普及之前，少有人能够直接与水豚生物对话。不过庆幸的是，他有一位擅长水豚语言的管家可以作为翻译。同时卡皮巴巴是一位造诣极高的星空地理学学者，他完成使命后最终卸任领航员工作并荣归故里，但其修订的星轨航线图不断维护并沿用至今，为列车留下了巨大的贡献。第3和第4位具体顺序其实尚不确定，分别是四海信使，也就是大名鼎的快枪手奥克莱，和无数游子鸡窝头鲍勃。他们俩资料中都提及公司此时已经成立，两人一个是通缉犯，一个是公司赏金客。鸡窝头鲍勃自称讨厌硅基生物，却在战乱时期邀请和平的机械生命登上列车。这里的战乱时期应该指的是反有机战争，个人推测是第1次战争时期，因为第2次战争的状况我们还知之甚少，甚至连大概的时间节点都不知道。鲍勃身材高大，有异性缘，他以虚假的身份成为列车护卫，后来被识破身份，再后来被指派成为下一任领航员，在一次保卫战中英勇牺牲，但以他为原型的鸡窝头侦探却在宇宙中不断流传。而快枪手奥克莱只是搭乘列车前往边陲世界弗拉提时，前任领航员与乘客皆因异常现象消失，奥克莱奉命于危难之间临时担任领航员一职，只有短短的6个月02天。在此期间，他击退蛮荒星兽，带领列车返回安全地带，并重新召集乘客，找回失踪成员。在召集足够的乘客后，便悄然下车，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而且在注意的一点是，有异性缘的公司通缉犯鸡窝头鲍勃是男性，而公司的赏金客快枪手奥克莱是女性，他们俩时间背景模糊。鲍勃的身份是否和奥克莱搭乘列车是否有关系我就不好说了。第5位披星舞者金石多利可，他是一位仰慕阿基维利事迹而登上星穹列车的乘客，是一位来自提亚夫的音乐家，拥有金石般清澈高雅的嗓音。不少搭车客为了倾听他的诗歌而登上列车，甚至阿基维利都曾回到星穹列车驻足倾听他的音乐，并与他促膝长谈。这里可以了解到，虽然星穹列车是阿基维利的载具，但他也并不常驻列车上。直到某一天，无名客们感知到了开拓的陨落，多利可的身体出现了不可逆的结晶化现象，这估计是他被称为金石的原因吧。在3日不止的歌声后，他将领航员的身份交予他人，自己则永远留在了星空之下。第6位时光少尉关心者我见，他的桎梏记载曾多次被虚构史学家篡改，但能大概确认我见是在第2次繁荣的尾声登上列车。前面提到银河的第1次繁荣是无名客们带来的，而这第2次繁荣归根究底还是和无名客有关，不过它是由公司直接促成的。在寰宇蝗灾末期，公司顶替死去的太一成为银河的新秩序，并用了100琥珀级整烂活和收拾烂摊子，其中促进各个种族交流的神奇道具联觉信标被全宇宙范围推广。星际贸易也在无名客们不断开拓下有了发展的基础。
于是持续了500个琥珀季的第二次繁荣出现了，史称血井之际。在血井之际的末尾，银河因而被称作星际能源战争的又一次浩劫。火箭大概就是这个时代登上列车，它先后经历了阿基维利的陨落和纳鲁克的诞生，已知纳鲁克是最年轻的星神。巡猎诞生4000年，纳鲁克比他还要小上不少，年纪大约仅有10余琥珀季。开拓星城的死与毁灭星城诞生时间差不了多少，这几乎是星穹列车最艰辛的时代。车厢一度只剩下我健和法尔肯2人。等到法尔肯能够独当一面时，我健离开了星穹列车。他卸任的同一时期，宇宙中开始出现恶兆先锋。紧随观星者之后的便是第7位，起名信标，起名法尔肯阿蒙森。此时列车经历了开拓阿基维利的陨落，正是最落寞的时期。他从我健手中接过了领航员的职责，带领星穹列车重拾往日荣光。列车乘客一度达到数百人之多。此时正逢万界之癌初期，星河危机爆发，法尔肯就像黑夜中的启明星，召集诸多英雄人物，一同开垦被阻断的银轨。许多途经世界的人受到感召，自愿加入到开拓的事业之中，成为新生代的无名客。可惜法尔肯阿蒙森自己却在旅途伊始早早牺牲，着实令人遗憾。第8位，追光赤子，年轻人兰格霍姆。或许他是被启明所感召的一员。在法尔肯阿蒙森牺牲后，为了追寻启明的光亮，兰格霍姆年仅17岁就成为了星穹列车的领航员，并且为开拓的事业奉献了一生。他所处的应当是星河危机发展之鼎盛的时代。星河在大约10个琥珀季之前悄无声息的出现，直到最近公司才研究出比较可行的星河处理办法。在此之前，银河就反复回到了上千琥珀季前，那个阿基维利还没有贯通宇宙的时代。寰宇皆灾，诸界隔绝。兰格霍姆带领星穹列车，将希望送给一个又一个孤立无援的世界，使无名客成为了天外英雄的代名词。列车主的面子能有现如今这么大，兰格霍姆功不可没。最终，兰格霍姆从年轻人变成垂垂老人，在自己的安乐椅上安然逝去。之后不久，星穹列车就此失去了音讯，直到与那位红发少女相遇。第9位，群星的探险家，也就是我们最熟悉的现任领航员机子。他与歌神的列车相遇之时，命运的齿轮便开始了转动。列车向少女展示了壮阔瑰丽宇宙图景，明灭无尽的星辰，数不胜数的世界，让机子对星空充满无限的向往。经过数年的努力，他在琥珀2157季修复了星穹列车，踏上了通往群星的旅途。他行过诸多世界，目睹无数奇观，和各种旅人为伴同行，相遇了老杨、丹恒、三月七以及星河曾经的主角，组建了如今的列车主。尽管人数不多，远没有最巅峰时期的繁荣，但依旧在继续谱写开拓的故事。好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篇内容了。如果喜欢的话，求点赞、求关注、求转发。有错误或者不同看法，欢迎评论区讨论交流。最后感谢你陪伴的时间，愿我们在群星的尽头相见。